俄土伊叙四方凑齐了一桌，美国也有被当作筹码的一天了。那么北约以后要拿土耳其怎么办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俄罗斯、土耳其还有伊朗此次三方会谈总算是正式结束了。三方通过对叙利亚问题的磋商讨论，以弥合分歧、稳定局势，并显著降低地区冲突风险。经过峰会，三国领导人最终达成一致，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的内容会让美国感到非常难受。其实早在2017年，俄土伊三国联合发起了阿斯塔纳进程，目的就是在于推动叙利亚境内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实现停火，并且合作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恐怖组织。可是当年美国就认为，土耳其作为北约国家去搞这个阿斯塔纳进程，投向俄罗斯，对北约来讲是不利的。而这次峰会不仅仅重申了三国通过阿斯塔纳进程去在叙利亚问题上保持一致的决心，而且还对美国提出了措辞尖锐的警告，要求美军必须离开幼发拉底河以东的领土，必须停止抢劫叙利亚及其人民，必须停止在叙利亚偷石油，停止以单边制裁的方式导致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危机加剧。美国这次不仅没有上牌桌，反而成了土耳其等国家的筹码。俄罗斯跟伊朗这么嚷嚷几句，美国不疼不痒；土耳其跟着这么喊，美国还怎么在北约带队伍呢？这还不算，土耳其和俄罗斯双方领导人还讨论了如何用美元以外的货币支付向俄罗斯购买能源的费用。这下俄土伊三国加上叙利亚这个国家，这四个国家是凑了一桌了。土耳其是明确宣布尊重叙利亚领土主权完整，公开要求美国退出，那就是给其他三国吃个定心丸，让大家明白土耳其是想说不会因为俄乌战争把自己放在北约集体反俄的立场上，尤其是和美国的矛盾我心依旧，轻易是不会缓和的。那么面对土耳其最近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就不必感到紧张了，让土耳其撒开了玩就行。这对俄罗斯最大的好处，当然就是不用从俄乌前线分散注意力。伊朗也是获利一方，美国想在中东搞一个中东版的小北约，目的就是对付伊朗，然后指向俄罗斯。伊朗现在面对美国的战略围堵，反而拉着一个真正的北约国家一起骂美国，这比过去一个人骂那爽多了。所以美国对伊朗的包围圈还在砌墙的时候，结果自家后院就被俄罗斯、伊朗扯开这么大一个突破口。叙利亚呢，这次没有参加峰会，但是有这三个国家提供保障，还都要求美国势力离开叙利亚。那么有了强力支持，叙利亚政府军打击亲美的反政府武装，肯定也比以前更顺畅。这四个国家共同点在于都是美国制裁的对象，都需要通过这种抱团取暖，提高整体的能量和抗风险水平。尤其是土耳其。土耳其跟美国的分歧，其实对美国的宏观战略目标本来是没什么影响的，人家的家事儿，美国不过问就完了，而且不过问是有利于北约内部团结的。但是美国偏偏出于所谓的政治正确啊、人权等等问题，非要干涉土耳其内部事务，弄得埃尔多安只好雪夜上梁山，投奔普京。所以说，这都是美国自己盲目扩大打击面，自己闹出来的。问题是，土耳其跟俄罗斯这么抱团，同时还在北约里边继续占着编制，北约留着它就是整天给北约整体政策捣乱，踢出去那也惹不起，还舍不得。德国、法国说不定还会利用土耳其去制约美国呢。所以未来美国在北约内部指点江山，恐怕要比以前难多了。好，关于这次阿斯塔纳峰会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